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。这支索尼的1635 f4G 的镜头呢，我已经使用了1个多月了。今天呢，我想通过3种截然不同的使用场景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使用感受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立刻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Chloe。今天我们要去博物馆看一个恐龙化石，我们现在就在路上了。我觉得你这个镜头好像比以前拿到的更轻哎。对的，这个只有300多克。这里还有个键可以放大吗？哦，好大，还可以，感觉可以。看一下妆有没有花，对，这么近还能看得到。给你看这个霸王龙，它有名字耶，它叫 Peter。但它好大，它有12米长哎。那可以看出呢，经过刚刚的那一系列的拍摄 vlog 啊，或者记录生活的短片呢，那这支镜头是非常适合的，也是非常的实用的，特别是搭配的这个电动边焦，也是更加增加它的可玩性啊。不过呢，我个人呢，还是希望这是一支 f2.8 的大光圈镜头，而不是 f4 的镜头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经常在旅拍或者去一些景点的时候，F4 的光圈呢，能够更好的展示我们在哪里，背景是有什么东西。但是如果呢，我们在这个室内拍摄或者在这个夜晚的拍摄呢，那我觉得 F4 光圈呢是不怎么够用的。我个人还是会搭配一支24 f1.4 GM 来使用啊。还有一个缺点，那这个镜头呢是没有镜头防抖的啊。但是呢，经过我一些实拍，我拿着它手持拍摄，走在路上面用这个16端或者这个17端，然后这么手持拍摄，问题也不是特别大。配合这个机内的这个防抖呢，还是有比较稳定的一个画面的。那最后呢，不得不提，这镜头呢是有一个 IVIS Log 的，配合这个 IVIS Log 之后呢，我就可以把镜头放在 A 档上面，通过相机来调整这个光圈这样子呢，相对来说，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我是更喜欢这样子的，因为在这之前呢，我使用别的镜头的时候，时不时就会把这个光圈调去 f22或者 f16，就一不小心就会这样子。那现在呢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那我买这支镜头呢，除了用它来拍摄 vlog， 还有记录生活以外呢，那其实更重要的是用它来干活的特别是拍摄一些房产的项目啊，拍摄室内环境啊，拍摄一些活动的布置的时候使用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会用它来拍摄照片，还有视频，看看它在机面控制方面的表现如何，还有呢，它在这个稳定器上面的使用感受到底是如何的。
那经过刚刚的一系列拍摄之后呢，这镜头呢我是非常的满意的。那特别是在拍照片部分呢，无论是在这个画质还是锐度方面呢，它都是挺 OK 的。虽然它体积小巧，但是呢，在各方面都并没有进行特别大的妥协。畸变控制呢，并不是特别的好，特别是当我们打开这个RAW 照片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呢，它的畸变控制，特别是在16端呢是比较的，畸变是比较的严重的。那不过呢，通过这个激烈的校正，还有呢，如果是通过这个 Adobe 的 Lightroom 或者 Photoshop，配合这个镜头配置文件呢，这些问题呢都可以矫正，所以问题呢也不是特别的大。在视频拍摄部分，搭配这个稳定器使用，它真的是很轻便。哪怕我之前使用的是这个1728腾龙的1728 f2.8，我觉得已经很轻便了。那这镜头更加的轻便，一整天的使用都不会有特别多的这个压力。它的呼吸效应控制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。无论是在16毫米端还是35毫米端，都可以看到它的呼吸效应呢，的确是比腾龙的1728做的要更加的好了。不过呢，这估计也是和它 f4 光圈镜头呢也有关系。还有一点就是，由于它是这个原厂镜头啊，它有这个防尘防水滴的这个保护，所以呢，刚刚哪怕在外面拍摄的时候，我是有一点点下雨的，我就能够安心的继续使用它来拍摄，都不怕这个雨滴啊，这个对它这个镜头有太多的影响。好了，我们来开播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推出这款索尼的1635 f4G 的镜头，它是带有电动变焦的广角镜头，它呢非常适合用来拍摄 Vlog， 而且呢也是非常的轻便。那以下呢，我给它来一个特写。在继续说这款镜头之前，让我先感谢天猫对本期视频的大力支持。B 站的朋友，请点击视频下方的活动标签“我的生活上新了”，大家也可以多发视频，分享一下你们近期添置的好物吧。通过以上的画面可以看出，这支镜头配合索尼的蓝牙遥控自拍手柄，或者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， 都可以无限改变它的焦段。无论想要广角还是特写画面，都无需助手，只需要轻轻按一下就好了。那在设置页面呢，我们不仅可以改变它的变焦速度，还可以开启它的清晰影像缩放功能，让它的焦段呢可以突破35毫米，更方便特写画面的拍摄。虽然以上我所提及的使用场景主要都是视频拍摄部分，不过这支镜头也是可以拿来拍摄照片的。先说说它的画质和锐度，可以看出无论是16毫米端还是35端，全开光圈下中心锐度都有不错的表现，边缘锐度也是 OK 的。但是如果你想得到最好的锐度，建议把光圈缩到去 f5.6 或以上。那在看炫光方面，这支镜头搭配遮光罩后拍摄呢，表现尤为出色。对于一支广角镜头，不少人也会关心它的星芒表现，大家也可以看看以下的片段。不过呢，我个人觉得这支镜头的星芒表现呢比较一般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那在对焦方面呢，它安静迅速。那不过这几年新出的索尼机身和镜头在对焦上面呢，根本就是不需要担心的，放心购买就好了。最后总结一下，其实这支镜头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并没有让我感觉特别惊艳。但是呢，随着我长时间的使用，我发现它还是比较有意思、有趣、比较实用的，特别是在视频拍摄方面。
那在我看来呀，如果你们主要是拍摄视频，并且不怎么需要大光圈，那这支镜头呢是非常值得购买的。特别是如果未来可以价格降到去6000人民币左右。但是如果你们想性价比高一点点，并且想拥有 f2.8 的大光圈，并且主要是拍摄视频，我还是会建议大家考虑腾龙的1728 f2.8，或者新推出的适马1628 f2.8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们又拍摄视频又拍摄照片，并且追求极致画质，还有原厂 G 大师的信仰呢，我并不建议你们购买1635 f2.8 GM 一代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，等到这个索尼推出1635 f2.8 GM 2代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给我点赞、投币、评论，还有分享出去，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